中国如果动乱啊，为什么说这个主题呢？我叫16个啊，咱们叫罪不可赦、罪大恶极，叫什么名字也好，但实际上远不止16，160个都不止。我只指大的东西，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一旦要乱了，真正开始乱了，然后呢，就大量的人会不愿意干中共了啊。中共里面的很多人当中共的会被清算，会被抄家啊，甚至就是死都不知道哪儿死的，肯定不在少数啊。但是估计很多人跟我说中国真的乱了，中共也会有自己的势力，也会有自己的团队，不会出现我说这个景象的啊。中共呢，甚至于都不会去倒台。那为什么一定会中共倒台？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人愿意成为中共的一份子。不仅是对等暴力，对等暴力这个是个小事儿，关键有一个词儿大家知道，叫秋后算账。因为只要这国家乱了，没有集权出现，不能独裁性统治，这个时候中国人也不傻叉，那很多中国人就开始做一件事了，大家只要相互一通气儿，相互组成团体，就开始秋后算账。而有没有人知道中共这个党，如果作为这个党，它到底亏欠了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人民多少东西？我一会儿给大家一讲，你们就吓着了。所以亏欠这么多东西，导致于什么？导致这个中国国内大量的人组织，甚至于全世界大量的拿着中国护照的人和组织，都会要求中共对自己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中共这个党是100%没有能力进行赔偿的，这种赔偿是一个很可怕的天文数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不能获得赔偿的老百姓，他只能把自己的怨气撒在他认知的中共这些人。那谁愿意成为中共的代表啊？你当中共代表，你替他去赔偿，你有什么好处啊？所以我估计那时候所有中共的人都会退党，摘除一切跟中共有关的关系，表明自己的一个干净身份，最起码不会去成为这个中共的替罪羊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人在中共的党里面也待着，这谁愿意在这里面待着？傻逼似的，你扛着罪。所以当没有人待着的时候，你觉得中共怎么会去控制这个权利？怎么会控制这种权利啊？然后跟大家讲说，真的会这么可怕吗？我今天就跟大家讲16个事儿，就讲16个事儿。你们自己看看这16个事儿的任何一件事关联到这个事儿的本人或他的后代或他的亲属或他的朋友，反馈是什么？这16个事儿全是1949年10月1号以后的事，因为10月1号是解放前，解放前中共也有很多恶行，但是所有涉及到中共的问题我都忽略不计了。毕竟中共那时候不是中国的执政党，他可以有很多理由去托辞啊，推卸责任，不讲。我们只讲1949年10月1号以后，建国以后，而且有充分历史考证数据的事情啊，只讲最大的事儿，小事忽略不计。那大家聊聊是什么事儿？我们先看看大家不知道的东西。有人老说让我讲历史，那我讲讲大家不知道的东西。好，第一个不知道的，1950年到1953年。解放以后，连续3年，中国在干一个事儿，叫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具体土改内容是什么？大家去查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不讲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明确的告诉大家，最少有100万，最多有500万人，在这个过程中是被中共直接咔或者逼迫自杀的。这里面包括大量的土改对象、土改对象的家属及涉及到的关联人员，随便就能扣个帽子。所以据国际相关组织的调查，土改中被咔了或者自己咔了的人，80%以上都是无辜者。这记住数啊，100到500万。第二个，1950到51年中叫镇压反革命运动，只要有人举报是反革命就镇压，镇压就是处决。那处决的人数在多少？71.2万到200万之间。为什么都有这个数啊？我会根据不同历史参考资料取一个，告诉你们一个最低的和一个最高的，很多最低是中共自己的资料。这里面也1半以上是无辜者啊。第三个呢，1951年，刚才2个都是50年，51年到52年3反5反啊，这个被咔的人少点，5000到2万人之间。但是这个里面大部分咔的人都是自杀，逼迫自杀。所以仅上海一个地方，从1月25号到4月1号，
不完全统计，因为这样的人自己这样的人876人，绝大部分都是无辜者。邓小平跟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也受牵连啊，那个人也自杀了啊，老邓没有，差点自杀。第四个，1955年到56年的肃反运动，这个被处决或迫害致死的 5.3 万人，绝大部分是无辜者。第五个，1957年的反右，55万人迫害，被动咔的上万人，基本全是无辜者。第六个，1959年到1961年3年大饥荒，多少人去世呢？咱们现在拿到的资料，最少的数是250万，最多是5500万人死亡。听好了，250万到5500万人，历史数据差距比较大。这里面那什么的，大部分也是无辜者。对，第七个，1963年到1965年的四清运动啊，这个比较明确，各种史实，7.7万人啊被咔或者自咔，7.7万人，基本上大部分也是无辜者。啊，第八个，你不要是跟我说差太多了，我就问问你们，按最少的250万中国人，这么点时间内全干了，你们想想这是个什么可怕的景象？第八个，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个里面有16次大的，还有无数次小的，跟这数量一样的这样的事儿，我们还是按整体算一个事儿，就文革啊，因为这里面有武斗，那多少呢？100万人到500万人。那个了啊，这个呢，具体的是也是还是我说的维基百科、百度百科自己去查，100到500万人，大部分消失的也是无辜者。那第九个不是明确的咔掉的，但是被强制咔掉的啊，按现在的案例叫超过5000万。什么叫超过5000万？总数3个亿，就是1978年3月。中国政府开始把提倡跟推行计划生育列入了宪法，到今天也在宪法里全国执行。78年的宪法没有，所以直至今日问起中国是否还在进行计划生育，直到现在中国的国家卫健委公开表示，实施3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仍旧属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之后，对发现的3000到5000例就是计划生育以外出现这样的人口，强制就灭绝啊，直接灭绝人口啊，还有数字说是上亿人。然后在这个国家超过3亿人被政府强制实施了人为的硬性的计划生育手段，上手术啊，上东西，就是不让再去生了。这是中国的相关条件。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明确的这样的人，但是被动死亡的人数应该是最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已经有了啊，这是被动的这个东西。第10个咱们都清楚啊，1989年6月3号、6月4号，北京天安门反革命暴乱啊，也是数从2000到1万不等，不200到1万不等。我跟大家都说的比例啊，我保证这个说的数，别到时候说我只捡最高数不说最低数，告诉大家200到1万人。第11个，2019年到2023年新冠状病毒疫情，这个疫情目前基本确认来源于就是中国的武汉病毒实验室，因为自己的管理不慎、管理不严格导致外泄。那对于中国死亡的人数在100万到150万之间。这个还不重要，为什么这100多万不重要？为什么什么重要了？因为在此期间累计接种中国国产导致大量的衍生性问题出现的新冠状疫苗的人数，剂次21.642.8万剂次，全程接种过的10.158.4万人。大家听过吧？也就是换句话说2针以上的10.158.4万人。那根据目前实验室的数据，中国国产疫苗带来的相关各种情况后遗症的人数，会现有观测结果超过注射人数50%。
那么如果这个能用到广义上来讲，是这10.158.4万人里，最起码有5亿人以上会因为被强制注射过中国的国产疫苗而给自己带来终生的健康隐患。当然导致的疾病的种类是特别多的，是糖尿病啊，是白肺啊等各种情况很多，但是都会，这个数是最多的人数。所以前面讲了11个，这11个都是直接跟人的生命有关的，属于直接被迫害的，产生生命的结果，而且都是大事。那这些事儿产生，只要这些事出事关联的本人如果还活着，或者关联的家属、权利继承人还活着，你们觉得真正国家乱了，统治不稳，这些人会不会抱团要求中国予以赔偿？自己想。会不会？对呀，那么多人，就算疫情期间那么多人本来没事的，最后出现这个问题，疫情之后会不会要求赔偿？那现在呢，中共的强权统治好像没事，因为你提起的赔偿，起诉的方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你肯定不能这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你看会不会？甚至如果根本不是提起赔偿诉讼，直接引发群体性的暴力行为，会不会？就像这个在疫情期间你去做这个疫情检测，他妈转身你就拿了一个房屋检测的牌照，成为中国第一个可以做房屋检测的。就像这个玩意儿，你们想想会不会引发群体暴力？除此以外还有大量因为经济问题间接导致很多人卡的这种景象导致赔偿。那么其中第一个也是总体排名第12个，大家一定看到，就是海量的中共政府各级官员的贪腐行为为社会大众带来的损害。大家想想是不是？各级的贪腐，这个底下要干，那每个地方无数人，你们给我写信那么多人，那就得多少而且更重要的，他为什么要直接上告上面？就是中石油老大这次受贿近万亿，中共查抄没收多少钱，没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东西不会归还给社会大众？对呀，为什么不会？中共抓捕了几十万的官员，没收了数十万亿的资金，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为什么在中共所有的各个明面的财报上看不见？这些钱既然是从社会大众手里贪到的，那为什么不吐出来？就为什么不给他吐出来？对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些钱去哪儿了？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会不会？这是第12。第13，因为房地产的模式导致多少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体系是中共设置的庞氏骗局。这个庞氏骗局在你什么产权50年、70年，在你什么建筑面积而不是使用面积一系列骗局的基础上，最后给大家最后做的就是一个整体的骗局。对呀，从开始买房跟大家听一段视频。还守在我的招。毛个头，对，大家听一段视频就我不跟大家讲了，因为大家就还是老话都是我讲的，你们可能的觉得哎呀，翟老师偏向震撼程度不大呀什么的，那就听听别人说的呗。先看一段视频。现在我收到了一个公告，就这个，是律师给我发的。什么公告呢？就是这个烂尾楼它要破产了。我呢是16年买的这个房子，然后买完呢它就处在一个停工的状态，就是烂尾楼，烂了7年了，我还了7年的贷款。然后呢是21年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管理人团队，就律师他联系我说，你这房子要那啥了，要重组了，就有人要接盘了。我说这太好了，整吧。然后重组了，他失败了，没成这事儿。然后现在是他要破产了，破产了以后，我说那破产也行，破产那怎么个破产法啊？是接着给我房子还是给我钱呢？人说了。破产了，你这个房子呢就不是你的了，因为啥呢？因为这房子属于在建工程。然后呢，虽然你是全款买的，然后你也是做了管权备案了，然后很多人也是交了契税了，但是你们没有这个产权，这房子呢还是开发商的财产，将要被进行统一的什么叫清算，然后呢进行拍卖，拍出来的钱如果要是够还的，那就是能吐上一分期，你什么银行的利息呀，你裁定的银行应该给你的违约金呐，这些都给不了了你没有权利要。然后呢，如果要是说没有钱。没卖出来那么多钱，
到我们这儿可能就是一分没有了，但是你银行的贷款我们还得接着还，然后就是本金也没有，钱也没有，然后银行贷款还得接着还，所以我现在就非常的这个头疼，整不明白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我全款买了房，开发商破产，房子。大家听明白了吗？买了房，付了首付，交了7年的月供，开发商破产了。开发商破产以后呢，因为这个房子没拿到房产证，所以房子的资产属于开发商，要对开发商进行破产清算。这个房子跟你没关系，开发商破产清算完，如果剩了钱能给到你，你还有钱还点银行的贷款，没有钱你就没有。但是欠银行的贷款你得必须还，你不还银行的贷款，那你就变成老赖，背负所有违约责任。牛逼吧？我付了首付，交了7年的房贷，他妈房子没了，什么都没有了，这边1分钱1子没有，这边房子没了，我钱是个嘚儿都没有，这边我还得再还他妈23年贷款。如果不还，我就是老赖，就是失信被执行，我们家所有东西都会被执行。大家觉得中国的房地产是不是骗局？就是我都不用跟大家讲，为什么讲这么一个案例，人家自己讲的，你觉得是不是骗局？再加上你们现在已经买了住了的房子，你那个房屋的年检呀，房屋的养老，房屋的保险制度出台，需要交多少钱？你们就自己想想，中共在房地产是不是骗局？真正他妈中共要垮，他要崩溃，就光房地产这个事儿，就像这个女儿啊，4000多万呢，按照彭博社4800万呀，这4800万人不找中共算账啊？钱交了，这么多贷款，这么多东西拿不到房子，还他妈得负债，你说不找中共算账？那我觉得这4800万人全都不找，恐怕也就是全衰到极致了吧？100-200万人去找，谁去担着？当然，因为这个事儿，多少人跳了楼了，跳了桥了，没法统计，这必须是中共的业障。这些跳楼跳桥，因为房子是逼的，那就不用讲了。第14个就是我刚才说第3个经济上的间接问题，整体第14个就是中共当年大张旗鼓推的 P2P， 鼓励全中国所有老百姓参加，最后全是骗局。有意思的，中共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全中国老百姓至少被骗的都是以10万亿金额为计数单位的，中共不承担责任。明星代言骗局被骗了，明星得担责任。他们中共政府发文鼓励全中国老百姓参加 P2P 骗局，参加完老百姓全骗光了，中共自己什么责任都不担。这个事儿你们觉得中共他妈真要乱了做东西了，你觉得被骗的人不找中共去要求赔偿？而且 P2P 那么多的资金在上面都去哪儿去了？不要求赔偿。第15个，总体来讲，刚才说经济被动让很多人 P2P 也是很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跳楼的不在少数。那整体第15个啊，第4个间接导致中国人出问题的社保。社保体系大家想想，太多骗局了，讲了很多期不重复了啊，养老医保都是骗局。现在你们交保险的人必然是拿不到任何养老金的，2019年就空了，你们拿什么？你们怎么未来养老？你们要不要索赔等等？最后第16个也是整体第5，就是新能源。中国搞了这么多年新能源战略，多少人在自己家屋顶上装了太阳能这些发电池板？多少人装了啊？能并网吗？现在欠了银行、欠了金融机构的钱，有人管吗？新能源电动汽车你买了，能开1年还是6年？强制向你推广，然后呢，买完了以后呢，很快1年点就是废物。其他东西我都不讲了。这16个为什么涉及的人数太广泛，涉及的事太多，影响的家庭太多，主动和被动这16个事。当然你们肯定还有17、18更多事。回来你们再想想哪一个国家，就这里面任何一个事儿放到现在，你们说西方哇，美国太不合理，英国太差，法国太差，就这么多事放到哪个国家政府身上，这政府要鼓励你干个 P2P， 这执政党不带下台的啊！他妈给你设一个房地产骗局不带下台的，死这么多人给你弄死不带下台的，你们怎么可能呢？大家想想就知道。所以呢，就其他东西都不讲了啊，这17、18、19你们自己可以罗列。我这个人就习惯摆事实讲道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亏欠中国人民的东西太他妈多了，千万别把中共跟中国人民画任何等号。中共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剥削者，最大的独裁者。中国人民所有的财富都他妈是被中共给掠夺走的，中国的资源都他妈是被中共给浪费的。所以他实际上中共早就在1949年建党50年就把自己完全站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是以剥削跟奴役中国人民为生存的一个党，摆事实讲道理，死多少人出多少事。所以如果这个国家真正开始乱起来的时候，你们觉得啊，中国人这么傻逼，被弄了这么多，当年中共很牛逼，政权很强势的时候都控制，现在不会找他们拿回来吗？这里面涉及的可不是一点人，就讲这个东西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是一定要涉及到的。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还他妈愿意死守着我信奉中共，我是中共的党员，我帮中共担责任，你觉得会不会啊？当然肯定还有人说，哎呀，翟老师不信，你说的不准，不会这么快，不会2-3年就这个样子。那我问问大家，我前年的时候告诉大家，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中国要全面进入大衰退大萧条，你们在前年谁信我了啊？我前年直播，你们在前年谁信我了？经过这1年多，我问问大家，到现在你们相不相信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大萧条大衰退啊？当年还有那么多人说不会呢，中国底蕴深厚，不会呢，中国共产党，你看这趋势，翟老师都是向上的啊，这么多年发展那么好，世界第2，不相信吧？你们现在还有人不信吗？去年年底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我跟大家说2024年特别重要的事就是社会上戾气越来越重，社会越来越乱，各种乱七八糟你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全都会出现。你们看看我视频也不删啊，那时候你们一定不信啊，那时候没乱到那个份上。你们看看现在乱不乱啊？就说这个卡车司机撞死11个人呢，说是交通事故，你们真纯信是交通事故吗？啊，我可能暗黑点，我是真他妈不信。对，我是真不信，因为在中国这个到现在为止哪有这么巧的呀？撞人堆里也是11个人，一次撞死11个人，撞那么多人，你这油门得踩到哪儿去啊？这油门得搁踏板上怎么不撒开呀？所以呢，真不知道，就现在能出这么多事儿，我是不信。那现在至少事实证明戾气重不重，你们自己看啊，戾气重不重。对，所以大家真的记住了，很多迹象等你们自己真的明确看到的时候已经不可阻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迹象？因为底层的社会逻辑发生改变了。中共呢是中国的执政党，49年执政到现在啊，为什么说别看今天闹得欢啊，什么明天给你拉清单，就是你背负的业债太多了，业障太多了。你看刚才我念这些东西，你背负的业障太多了。就是你是执政党，你执政根基特别稳定的时候，这些人想找你麻烦没太大作用，但只要你执政根基不稳定了，你放心，所有的小麻烦全都会变成大麻烦。所以呢，就这些业障搁在这儿，那中共就等着吧，将来怎么去还？好吧，中共等着吧。